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手相纹路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手纹，如三角纹、断掌、口字纹等等，而这些手纹都是具有一定的含义的。一、手掌掌纹呈 M 形成金山掌，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犹如一座金山。这种手相是最多大富豪拥有的，像李嘉诚、王健林等等富商都是 M 纹手。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可见其商业运和富贵运有多大。一般身长的事业线都意味着早年工作创业比较辛苦，但是只要肯努力就一定不会差，早晚都会成为有钱人。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事业的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二、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一、如果摊开手掌时，手掌处有明显凹陷的，形成一个盆状，这个被称之为聚宝盆。有这种手相的人，必是人中之龙，百年难得一遇，容易聚财，早晚是有钱人。二、事业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工作上并不是能够专心，小想法多，今后工作上需要多去努力，遇到问题不要退缩，想办法去解决，可以给你带来很好的事业运。三、事业还有提升的空间，近期运势不明显，工作上还能再努力一些，今后会有大的成就。感情一般，感情中矛盾不少，自己不能很好的解决，建议遇事多冷静，不用做出不理智的举动。第二，为什么说小指过三关不愁吃河川？老祖宗的10人术还管用吗？传统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霜雨雪，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从未断绝，可见我们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是面对强弩的铁蹄，即便是面对敌人的钢刀，我们的文明依旧灿烂的在这片大地上绽放着自己的光彩。民间的俗语更是老祖宗千百年来传承的经验和智慧，俗语在老祖宗的口口相传之间能够流传至今，足以证明其价值。如果民间的俗语没能流传至今，也只是说明对于老祖宗来说，他们没有价值。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的俗语必然有着一定的道理。语中囊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人际交往中的识人之法。民间的老祖宗认为，一个人的外表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善恶贫富。当他这样的观点只是受制于老祖宗的知识水平以及当时社会的主观意识，才会有这样片面的认知。民间很多识人俗语就是源自于此，就比如说小指过三关不愁吃河川这句话。俗语小指过三关不愁吃河川中的过三关，其实指的是小指的长度。过三关的三关其实指的是无名指上指节与指节之间的折线。这句话其实是说，如果小拇指的长度超过了最上面那条折线，就表明不愁吃河川。那么真的是这样的吗？老祖宗的这句俗语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老祖宗认为小拇指长的人，就是那些小拇指的指尖超过了无名指最上面的折线，或者是与之平行，就表明小拇指比较长。这样的人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可以有效地接收别人传递过来的信息。这种人不仅善于把握语言中的点点滴滴透露出来的情感，甚至还十分善于理财，十分精明。他们不见得善于言谈，却对语言十分敏感；他们不见得十分富有，却能够掌握自己手中的财富。而小拇指较短的人则不同，小拇指的指尖在无名指最上面那条折线之下，就表明此人的小拇指比较短，也就是说，他的小指没有过了三关。这样的人很难表达感受，或者是对自己的表达能力缺乏信心。不善言辞的他们，对于理财也不是很擅长，所以往往他们的生活在老祖宗看来是比较不如意的。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识人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多人即便是小拇指比较短，但他们的生活过得也很幸福。这句话就是受到了古代老祖宗天命观的思想，才会流传于民间的。
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过三关指的是啥？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所以说小指过三关，不愁吃河川这样的俗语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小指长的人不一定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而小指短的人也不至于三餐不继，生活都是靠自己来经营，而不是听天由命。老祖宗的这些俗语往往是依据他们那个年代的经验和思维方式来总结的。按照如今的观念来讲，这样的俗语或许不够客观，但却能够折射出老祖宗当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宁与喜事待怒人交，不与怒事反笑人聊，啥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俗语是民间老祖宗的智慧结晶，他们不一定是对的，但却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的经验，也能够反映出老祖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宁与喜事待怒人交，不与怒事反笑人聊。人与人的交往一定是生活中避不开的话题，那么老祖宗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宁愿与遇到高兴的事却面带怒气的人交往，也不愿意与发怒时却面带喜色的人聊天呢？所谓喜事待怒，就是说这种人即便是在遇到了高兴的事情，也会是一脸怒气的样子。而在老祖宗眼中，这样的人往往是个直性子，而且通常都会是依据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养家糊口，虽然生活比较艰辛，但从未有过害人之心。所谓怒时反笑，就是说这种人即便是在发怒的时候，也会是笑着的样子，面带喜色。老祖宗认为，这样的性格虽然坚韧刚强，也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但往往这样的人常常会在背后观察人，而且喜怒不形于色，多是心思深沉之人，一般人摸不透他的心思，甚至遇到了心思不正之人，说不定别人把你卖了，你还要帮人家数钱。所以老祖宗才会教导我们说，宁与喜事待怒人交，不与怒事反笑人聊，就是说宁愿我们与那些性子耿直的人来往，也不要轻易与心思深沉之人深交。而这种怒时反笑之人，往往还会有一个称呼，那就是笑面虎。他们总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意图，表里一套内里一套，是他们这种人的行事作风。比如说王熙凤，她就是典型的笑面虎，表明上对尤二姐关怀有加，背地里却唆使下人对尤二姐进行各种各样的攻讦算计，最后逼得尤二姐不得不吞镜自杀。老祖宗的这句宁与喜事待怒人交，不与怒事反笑人聊，是民间识人术的代表。民间老祖宗的智慧浩瀚如烟，当然不只有这句俗语了，老祖宗还总结了很多识人术，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什么样的人尽量远离，这样的识人智慧都藏在民间老祖宗的智慧中。比如说言谈间顾左右而言他，在旁人交谈甚欢的时候，他却冷笑以对。老祖宗认为这样的人往往是城府极深并且居心险恶之人。再有，别人还没有发表完意见，他便急忙附和，还没有与人打交道，便对其进行恶意诽谤。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庸俗下流之辈，不值得深交等等。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也有人说人心隔肚皮，但是人们的一些想法却会在生活交往中一些小细节中流露出来。老祖宗正是把握到了这些细节，通过人的一些情态、表情，甚至是外在表征，读懂了他的内心。这便是老祖宗的识人术。而我们所说的宁与喜事待怒人交，不与怒时反笑人聊之类的俗语，便是老祖宗通过日常的观察与总结，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智慧遗产。财运有正财与偏财之分。什么是偏财运？简单的讲，就是意外之财，比如通过福彩、体彩、足彩、股票等一夜暴富的人，往往其八字属于偏财运。在命理学中，一般把这种与职位、工作无关的财称为偏财。相对于从正常途径获得的正财而言，所谓偏财，则指的是众人共有之财，属于流动之财、不安定之财，会有很多人来争夺。在命理学中，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手相，大略地判定出此人的偏财运。下面马上拿出你的手掌，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你究竟有没有偏财运吧。爆发型，爆发型的偏财运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这样的偏财运一旦走起来，会立刻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手纹中如果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有爆发型偏财运的几率比较大，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也同样有机会走好运。偏财型，
如果你的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则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有这样手相的人通常财运比较旺，尤其是偏财运，总能够中一些小奖，或者投资赚得一部分收益。理财型，懂得理财的人，偏财运同样会比较旺盛。而理财不仅跟能力有关，还跟手相息息相关。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理财纹的人，通常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通常帮人家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财运好，从来不会缺钱用。一元型，一元型的偏财运一般出现在女生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而且这些财运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而女性会找到有钱的男人，生活可以过得无忧无虑。旺运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的人，虽然本身不喜欢受到他人的约束，但因思考细微缜密，做事勤劳努力，因此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聪明才智，将会有所成就，财运自然也旺。正财好，带动了偏财。一般来说，手掌上的成功线和命运线合在一起的人是偏财运的首相，偏财运佳。手掌软且红润的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不按牌理出牌，会使他人处理危机得心应手，从事买卖会有赚头，也是偏财运的首相。除上述情况外，无名指的一些特点也能预示出一个人是否有偏财运。无名指较长的人喜欢刺激的感觉，不服输。如果无名指没有缺陷、弯曲，无名指下方的太阳丘凸起，川字线纹清晰，是典型的偏财运的首相，表明这个人的运气较好。另外，手掌并拢时无名指还能弯曲的人，在金钱方面精打细算，不做没有好处的事情，偏财运旺。一个人是有正财还是偏财，通过面相看人财运的话，一般是要看鼻子，这是一个考察财位的重要部位，在鼻子的中间称之为准头，而左右鼻翼在相学中称之为兰亭。眼位，假如准头大，大多主正财运好，而兰亭眼位生得有威风的话，那代表此人会有偏财运。不过一个人假如鼻翼过小的话，那在钱财上没气势，也代表了不够大方。交友中钱财往往看得重，有小气之嫌。我们再说回手相，如果以上提到的几种偏财运比较旺的手相没有你的话，不要灰心，还有几种特殊的手相财运也非常好，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吧。智慧线分叉向上，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善于理论性的思考，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加，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将钱的效用做最有效的发挥，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强运，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是赚钱能手的类型。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相，不过你在金钱的使用上较节俭，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铁公鸡。益财而非为财所益，是送给你的一句话。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太阳线，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比如像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从落魄的单亲妈妈成为全球最会赚钱的作家，或者你会投机运很强，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
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不动产线，具备不动产线的你有不动产运。连接太阳线和命运线的横线称为不动产线。不动产线在手掌越下方出现，得到房产的机会越早，来源是父母赠送或自己赚来，可搭配手上其他线条一起参照。不动产线2条以上时，表示你的不动产运相当好，可以以房子为基础，掌握更大的财运，可善加利用此优势。不过，没有不动产线的人可不能擅自推论为没财运，只能说因为主观因素，譬如常出差未买房或习于租屋而遇房子缘薄。其他方面的偏财运，如股票和中奖运的有无，则要参看手掌其他线条判断，也因此而觉得自己一辈子与偏财绝缘。直觉线，有直觉线的你，天生比常人灵敏，在投机运的世界中，灵光一现的第六感往往占重要的一席之地。你那强烈的直觉和潜意识，是你偏财运强的原因。睡梦时出现的梦境或刹那闪出的灵感，往往能给你带来偏财运。宜多信任自己的直觉。断掌，你是断掌吗？断掌手相不多见，每100人不及10人，其中西方人少见，东方人略多。这样的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只是再请看看你的无名指，如果它接近中指的长度，则要避免投机取巧的赚钱方式，小心因此倾家荡产。手相是相术中的一种，每个人的手相都是不一样的，而在手相中有一条掌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钱财纹。不同的钱财纹就表示我们会有不同的财运，这决定了我们未来赚钱的机会。今天我们就聊聊钱财纹手相图解。钱财纹手相图解。钱财纹的位置在中指和无名指下部，感情线的上部，有横纹者更为钱财纹。此纹也为辅助断相之用，因财库在中指、无名指底部，所以财线就在财库的旁边。钱财纹一条一条者，唯有财之相，意外之财。钱财纹断断续续者，此人大财没有，小财不断，存不住财。钱财纹上出现倒纹、链锁状者，为破财、口舌。钱财纹上有十字者，或有竖线者，均为调动工作花钱之象，花钱必能调动成功。钱财纹身长，再有财库者，此人存大财。有钱的手相。水星丘高凸，水星丘主商业头脑，水星丘高凸说明有经商的智慧，绝对会成为有钱人。太阳线有支线延伸至小指，太阳线主人缘，有支线延伸至小指，说明人缘好，多贵人，做事易成功，因此也容易成为有钱人。M 型手，M 型手主财富，绝大多数的大富豪都会有这种手相特点，毋庸置疑会成为有钱人，而且是大富豪。理财纹清晰，感情线上方会有一条平行的线，这就是理财纹。理财纹主理财运，要是理财纹清晰，说明善于理财，懂得用小钱生大钱，假以时日就会积累到一定的财富。财运线清晰，对着无名指跟小指之间有一条竖线，就是财运线。财运线主财运，要是财运线又粗又清晰，必定财运好，做什么事情都会生财容易。钱财纹多条，正对小指和无名指下方的竖线就是钱财纹。钱财纹主财富，若是有多条整齐排列的钱财纹，必定经商得财，会成为大有钱人。不动产线，手纹出现不动产线，说明会有房产继承，或者因房产发家致富，常常是买房子的大富豪。以上就是钱财纹的手相情况。不同的钱财纹说明了我们财运发展不一样，想要我们的财运变得更好，就需要有一个好的钱财纹。同时，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可以从面相得出，也可以从手相得知。那么，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本期剩下的手相图解吧，带你深入了解最富贵的16种手相特征。你是否有土豪潜质呢？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2. 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3. 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4.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5. 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6. 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7.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8. 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取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
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3. 命运线只有一条，清楚明显，这表示你具有很好的机运，间隔现在3年的时间，你会有好运，所以你继续目前的工作或职业，就应该有好的机会可以把握。14. 命运线共有2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表示会有协助者泛起，也许你会得到欣赏你的才能的人泛起，在这个时候，你得善待长辈、同事、上司、朋友。也许你的珠子就在他们当中，手相上往往把这条线叫做珠子线，当然其他珠子线在这里不综数。15. 有星形纹路泛起，假如命运线泛起了星形纹路，这就意味着你会有意外的幸运降临而得到成功的机会，或许这也意味着你会有海外旅行的机会，或者调职、出差等机会，对你的人生而得到有利的影响。16. 命运线起自生命现实，这就表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努力或者以前的辛勤劳动成果会得到他人的欣赏，而你也会得到上司的器重，而委以大任，担当重责。这种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